各位居民，早上好，这里是阅读通讯。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今天有3条头条新闻，稍后还有为开发者准备的深度精选。先来看头条。第一条 ，Apple 将把与 Epic 关于应用商店费用的诉讼提交至 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将审查此前在 Epic 案件中认定的 Apple 也是法庭裁决是否 erroneous。这一进展标志着双方在法律层面的对抗升级，焦点集中在对先前司法认定的复核上。这意味着 Apple 或许能推翻应用商店的收费限制，让开发者少交钱。第二条，科技媒体报道 ，Meta 为智能眼镜 Conversation Focus 功能实施每月3小时的使用限制，用户若需无限使用，必须订阅每月$19.99的 Meta One Premium 服务。此举被视为 Meta 在硬件销售之外，通过软件订阅模式挖掘存量用户价值的尝试。该策略引发了社区关于已购硬件功能收费的争议，被批评为过度商业化。开发者与消费者需权衡硬件购买成本与后续持续订阅支出的总拥有成本。这意味着你买断的硬件功能可能随时变成按月付费的订阅服务。冰雅，你看，这人说自己不是唯一的，大家好像都遇到了同款尴尬事呢。第三条，科技媒体报道 ，AI 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Wayve 宣布启动$8500万的员工股票要约收购。此次收购基于公司$85亿的估值，旨在为早期员工提供流动性退出渠道。该举措通过提供股权变现机会，帮助 Wayve 在竞争激烈的 AI 人才市场中保持优势。这意味着 AI 行业泡沫破裂，早期员工或许能提前套现离场。接下来是今天的开发者深度精选。先看第一个 ，GitHub 项目 Shell Hill Apps App Studio 获216星。该开源项目提供中文配图技能及 IP 角色库，支持深度文章配图。其通过挑认知锚点、线编隐喻及反 PPT 自检流程生成固定角色插图，适合为深度文章生成固定角色插图，可借助反 PPT 自检流程提升配图质量。小冰牙，你的耳朵比 GitHub 涨薪还快呢。第二个 ，GitHub 项目 Game Dev Skills Awesome Game Dev Agent Skills 获192星。该项目为 AI 编码 Agent 提供游戏开发技能，安装后由主路由器自动加载。其包含66个版本固定的技能，支持 Cloud Code、Cursor 等多种工具，同时兼容 Godot、Unity、Unreal 等主流引擎及 Web 开发。适合在 Cloud Code 等工具中快速集成游戏开发技能，支持主流引擎。第三个 ，GitHub 项目 Kangaroo Online Cloud Batch Bulk 获152星。该项目利用 /API Batch 技术，旨在2026年将 AI 成本削减50%。其核心功能围绕 Anthropic 及 Anthropic API 展开，通过 Batch API 机制优化 Cloud Code 的使用效率，适合利用 Batch API 机制优化 Cloud Code 的使用效率，旨在降低 AI 成本。冰牙，你看，这人类连优先级都搞不清，真可爱。接下来是今天的科技要闻速览。Google Notebook LM 新增 TikTok 风格 AI 视频功能，为 Google AI Ultra 和 Pro 用户生成60秒竖屏剪辑。该功能基于用户上传的资料自动生成短视频内容。Google 推出 Nano Banana 2 Lite 图像生成器，旨在提升速度与降低成本。该模型专为创作者优化，以加速 AI 内容生产流程。此举让工具成为生成 AI 图像更具实用价值的选择。OpenClaw 这款免费开源的代理程序终于登陆 Android 和 iOS 平台。它正以入侵手机的方式，将原本局限于电脑端的智能代理能力带入移动设备。Google 正式关闭了 Tanner GIF API， 迫使 X、Discord 等平台寻找替代方案。尽管 Tanner 仍服务于 Google 自家应用，但其他第三方平台必须转向其他渠道获取 GIF 资源。Google 发布 Nano Banana 2 Lite 图像模型，号称最快且最便宜。它牺牲部分画质以换取极高的生成效率，生成速度仅需数秒。该模型适合对实时性或批量生成有强烈需求的开发与应用场景。最后是 Reddit 社区方面的讨论。微软已在全球范围内下架了 Fast Context 模型。目前 Hugging Face 和 GitHub 上的相关页面均已清空，无法访问。有帖子称未发现该模型重新上线的迹象。NVIDIA 发布了 Qwen.6 27B NVFP4 模型，
该模型基于 NVIDIA 的 NVFP4量化技术，旨在优化推理性能。华为开源了 OpenPangu 2.0的 Flash， 该模型拥有 92B 总参数量，其中激活参数为 6B。它属于 OpenPangu 2.0系列中的 Flash 版本，支持 512K 上下文窗口，并同步发布了权重、推理代码及训练操作。以上就是今天的阅读通讯。如果哪一条让你想多了解一点，去对应的官网或者原文出处搜一下，就能找到完整的内容。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愿你有个安稳顺心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